我娘因生我弟弟难产而死，我爹在我娘的灵台上哭晕几次。世人都夸我爹情深义重，但是只有我知道他在演戏，因为我亲耳听见，是他跟稳婆说去母留子。快点把这水端出去，换新的热水来！我夫人到底怎么样了？去告诉大夫，我只要夫人平安，若夫人有事，我要你们陪葬。爹爹这么疼爱娘亲，娘亲一定会没事的。去母留子。我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管好你的嘴，不许说出来。带下去。夫人啊，你怎么忍心丢下我和一双儿女一个人走了？楚大人对先夫人真是情深意重啊，这都哭晕过去好几回了。是啊，想当年他一个穷苦书生入赘侯府，全靠老侯爷一手提拔才当上户部侍郎，如今夫人又难产去了，唉。你撒谎！是你毒死我娘的！我亲眼看到你给稳婆毒药！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！我外祖父提拔你，我娘下嫁于你，你却为了霸占苏家家产，害死我娘！让诸位见笑了。小女因丧母伤心过度，心智受损，已经开始满口胡言乱语了，还不快把大小姐送回房间！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她出来！是。你害死了我娘！他想杀我，如果我死了，刚出生的弟弟也活不成，我必须活下去。是我疯了，是我看错了，我娘是难产死的。算你识相，若非现在把你杀了会引得外人猜疑，不然……楚原，你给我等着！见过柳夫人。静书，快叫柳姨。柳霜是你娘的闺中密友，可怜你和你弟弟年幼丧母，柳姨决定留下来照顾你。那分明是我娘生前最爱的首饰，她根本不是什么闺中密友。楚原和柳霜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静书放心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。楚原，你一个入赘的穷书生，踩着我苏家人的尸骨上位，还在外私藏外室柳霜带着私生女鸠占鹊巢，这笔吃绝户的血债，我记下了。芊芊，你读书学琴辛苦了，快补补。静书啊，女孩子家学那些琴棋书画太苦了，柳姨使不得你吃苦，你什么都不用学，大不了回头咱们招个夫婿进门，这素菜清淡最养容貌，你多吃些。这也是侯府嫡长女该吃的规矩吗？外头送进我院子的好东西，转头就进了他的房里，你这捧杀的手段还要演到几时？侯爷切身自问，对静书视如己出，他怎能这般误会我？放肆！来人，请家法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大小姐，外面都在议论你，说您顶撞父母，刁蛮任性，肯定是那个柳姨娘搞的鬼。不急，终有一天我会让她付出代价。大小姐，奴才虽身世卑微，但读过2年书，对大小姐一片痴心。夫人对您非打即骂，您在这府里受尽委屈，不如跟着奴才私奔吧，奴才定会一生一世护着您。啊！放肆！奔者为妾，聘者为妻，这般浅显的道理，你当我不懂？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受了谁的旨来败坏我的清白？要你败坏我的名声！你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，成日里和这些小厮厮混拉扯，
简直不检点到了极点，败坏了我楚家的门风。谁放这些小厮进来败坏我的名声？你难道没数吗？楚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给我老实闭门思过。姐姐这水性杨花的名声，如今京中谁人不知？妹妹真是替姐姐臊得慌，姐姐怎么还不去死？哼！娘，马上我就要及笄了，难道真让她霸着侯府嫡长女的位置去嫁人？气什么？她的名声早就毁了，等她及笄，我在偏远苦寒之地给她寻个人家打发了就是。还是娘有办法。可是苏志那个小狼崽子呢？放心，我已经挑了2个身段最好、最会伺候人的丫鬟送去她房里暖床，用不了几年，她就成个废人了。到时候整个侯府尽是我们娘俩的。少爷，冬日读书太冷了，夫人心疼您，特意让我们姐妹俩来专门给您暖床呢。少爷别背书了，让奴婢们伺候您吧。你们走开，我要读书。先生昨日才夸过我，快走开啊！不知廉耻的下贱胚子，你们安的什么恶毒心思？都给我滚出去！姐，大小姐饶命！奴婢是奉了夫人的命啊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！侯爷，我体恤侄儿冬日读书苦寒，特意挑了2个贴心的人去暖床。静书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啊？这传出去，又该说他残暴成性了。逆女，虐待下人，残暴不仁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父亲若觉得这是规矩，不如明日上朝去问问你的同僚，谁家会给7岁直童的房里塞2个专门暖床的通房丫鬟？你还敢顶嘴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！侯爷，宫里来圣旨了。新皇登基，广纳后宫，凡3品及以上官员家中适龄嫡女，可送1人入宫伴嫁。娘，皇上选妃了，我可以进宫了。静书才是嫡长女，按规矩该她入宫。可若她入了宫得了势，转头对付我，不，绝不能让她去。侯爷，选秀的圣旨偏偏这时候来，说日后让苏静书查出当年苏家的事，我们全家都得死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可这是圣旨。侯爷别急，大不了我找人在这几天把他……胡闹！宫里刚下旨，嫡长女就突然暴毙，你当内务府是傻子吗？你想我被判个欺君之罪吗？侯爷赎罪，双儿这不是也是为了侯爷考虑吗？深更半夜，你来父母房间干什么？成何体统？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是来和你们做个交易的，我要你们送我弟弟去松阳书院读书，并给他足够10年读书的银钱。松阳书院那是先皇太傅办的书院，你以为是谁想进就能进的？就凭我可以出家为尼，把入宫的名额让给楚青青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大可以用阴谋诡计逼我，但只要我不死，我就能把楚青青替嫁的事捅破。那楚家可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好，只要你肯出家让出名额，明日一早，我就派人送苏志去书院。姐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他们会欺负你的。姐没事，姐等着你长大考取功名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回来保护我。记住，到了书院，把柳霜派去的人全部打发掉，一个不留。以后不管家里寄什么信，无论上面写什么，哪怕写着我死了，你也绝对不要信，安心读书。姐，我记住了，你多保重。这姐弟俩感情真好。明日一早，我便出城，前往清新安落发为尼。从此，侯府再无苏静书，楚青青可以安心备选了。你能做到最好。娘，我终于能以侯府嫡女的身份入宫选秀了。凭我的姿色，定能将那些秀女全都踩在脚下。娘相信你，一定能艳冠6宫。可是娘，苏静书那个贱人从小就不安分，她真有那么好心去当尼姑？万一她只是缓兵之计，在背后给我使绊子怎么办？我总觉得不踏实。是啊，夫人，大小姐明日出城，真的就这么放她去当尼姑？万一她以后反悔……哼，斩草除根的道理我岂会不懂？她活着，青青的位置就永远不稳。去联系城外的黑风寨，告诉他们，明日清晨出城的官道上有一辆没有护卫的马车，事情做得干净点儿，我要他死无全尸。夫人放心，小的明白。静
静书啊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非要去那清苦的安堂，真是挖了柳姨的心啊！夫人不必再劝，我心意已决。停下！把车里的人和钱财都交出来！和我无关啊！果然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吗？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哟，这马车里好像还藏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呢，快出来让哥哥们快活快活！不好，马惊了，快躲开！连人带车都掉下去了，肯定死透。这银子赚的也太容易了。哼，算他倒霉。走，回去复命。柳霜，想不到吧？昨日我就提前来准备好了金蝉脱壳的东西，如今曾经的苏静书已经死了，接下来是时候该去找个干净净的新身份，堂堂正正的杀回去了。侯爷，我们在崖底搜查过了，马车摔得粉碎，到处都是血迹和撕裂的衣服碎片，只怕大小姐的尸首已经被山里的野兽叼走分尸了。静书啊，我苦命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抛下我们走了？连个全尸都没留下，你让我可怎么活？我楚元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竟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？连官差都说没救了。这永川侯夫人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慈母啊！就是啊，那苏大小姐平时就刁蛮任性，不懂得珍惜这片慈父慈母的心肠。楚元、柳霜，既然你们那么想我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不过你们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公公，新提拔的张公公今天又把咱们内务府的采办权扣了一半，说是皇上的意思。知道了，没用的东西，滚下去吧。你是何人？见过康公公。你是苏家的女儿，果然和你母亲极为相似。你不是坠崖死了吗？人人都说苏大小姐刁蛮残暴，死不足惜。可若是真死了，谁来给公公送这份大礼？装神弄鬼，直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知道公公主管此次新皇选秀，我想入宫为妃，求公公给我安排个新身份。哦，你凭什么会认为我会冒着欺君的死罪帮你一个死人？公公曾是先帝御前首领太监，知道太多皇室秘辛，也得罪过不少人。如今新帝登基，您被打发到内务府，看在先帝面子上，那些仇家暂时不动您，但是再过2年呢？说句难听点的，等先帝的恩情淡了，说不定哪日公公就不明不白的死在宫里了。世家贵女都有自己的家族，她们入宫是为了家族荣耀，根本不会受公公摆布。而我孤身一人，身后没有家族牵绊，只有满腔的血海深仇。我愿成为公公在后宫最锋利的一把刀，您助我入宫复仇，我护公公晚年周全。为表诚意，我愿尊公公为义父。女儿苏静书见过爹爹。这丫头够狠也够聪明，为了复仇连身段都能放得这么低。反正我现在的处境也是被新朝的人排挤等死，不如拿她去赌一把大的。快起来！谢父亲。既然是一家人了，为父自然要为你打算。锦州知府之女苏婉，这个新身份如何？锦州知府？这锦州知府祖上和你外祖父老永川侯是同宗，虽出了五房，但血脉同源。日后若有人怀疑你这张脸，这便是最好的说辞。义父深谋远虑，从今往后世上再无苏静书，只有锦州知府之女苏婉。婉儿，过来看看，这是内务府刚拟定的新晋后宫秀女名册。婕妤，她竟然一进宫就封了婕妤。你父亲楚元如今是户部侍郎，又承袭了永昌侯的爵位，风头正盛。楚青青也是这批新进后宫的秀女中位分最高的一个。你借着锦州知府的由头，最多也只能封才人，才人与婕妤中间差了3级。婉儿，你切记要避其锋芒，莫要提前暴露了自己，招来杀身之祸。隐忍，我在侯府已经忍了10年了。这一次入宫，我若是再退让，岂不是白死了一回？楚婕妤，您这身衣裳可真漂亮。您可是咱们这批姐妹里唯一的一位刚进宫就封了婕妤娘娘的呢，以后还要仰仗姐姐多照顾。那是自然，我爹可是户部侍郎，
等我日后侍寝生下皇子，哪怕是妃位我也做的，到时候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楚青青，就算你靠着楚原吃绝户换来的权势爬到了婕妤的位置，也掩盖不住你这副愚蠢跋扈的样子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锦州知府之女苏婉封才人，赐居启祥院。谢皇上隆恩。苏静书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楚婕妤在叫谁？臣妾乃锦州知府之女苏婉，并非婕妤口中的人物。婕妤可是认错人了？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这张脸换成灰我都认识。楚婕妤息怒，这新晋秀女的名册乃是经过内务府层层核查，加盖了大印的。婕妤大庭广众之下拉扯宫人，若惊动了圣驾，怕是担不起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能装到几时，咱们走着瞧。才人，楚青青果然没按耐住，已经拿银子买通了内务府的小太监，在查你在启祥院的饮食起居了。他既想查，义父便帮他一把。帮他？把内务府的记档漏给他，就说我喜好甜食，茶水里爱放竹叶。最要紧的，告诉他我左肩上有一块烧伤的旧疤痕，从不让人近身伺候。才人这是想引蛇出洞，可一旦他去皇后那里告发，闹起来，你难免要受皮肉之苦啊。义父只需记住，明日秦安，一旦未央宫闹起来，务必想尽一切办法将皇上的圣驾引过去，我要让他亲眼看一场好戏。苏才人，楚婕妤向本宫荐举，说你并非锦州知府之女苏婉，而是永川侯府那坠崖身亡的嫡长女。你可知冒名顶替乃是欺君大罪？臣妾确是苏婉，臣妾不知楚婕妤为何要冤枉臣妾。冤枉？我查得清清楚楚，你在启祥院的饮食习惯跟苏静书一模一样。楚婕妤，这天底下饮食习惯相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若只有这点证据，还是别在这未央宫丢人现眼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有铁证，苏静书的左肩上有一块我当年亲手用烛火烫出的烧伤疤痕。苏才人，你可听清了？你可有话要辩驳？只要扒开他的衣服验一验，立刻辨知真假。臣妾之父虽只官居四品，但也教导臣妾人要有气节。大庭广众之下让臣妾宽衣解带，这是对臣妾的羞辱。那你就是做贼心虚。你们看清楚了，妖术，你肯定是用妖术掩盖了疤痕。皇后娘娘，让人搜他的身，用水洗他的肩膀。楚青青，这么多年我苦读医术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去，替苏才人净身。皇上驾到！臣妾今日受此奇耻大辱，已无颜苟活于世，臣妾冤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就是这样替朕治理后宫的吗？皇上息怒，快把人送回启祥院。薛太医，皇上明鉴，是楚婕妤无端指认苏才人冒名顶替，非要当众扒开苏才人的衣裳查验伤疤，苏才人不堪受辱，这才悲愤自戕啊！皇上明察，此事与臣妾无关啊！够了！不是的，皇上，臣妾有证据。后宫之中竟敢行此等逼迫妃嫔宽衣的阿杂之事，把楚婕妤给朕拖出去！臣妾冤枉了，臣妾冤枉了，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楚婕妤无事生非规矩还没有学好，先贬为美人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皇上，面对污蔑，竟真敢以死明义。这后宫里的女人遇到事向来只会哭哭啼啼，百般辩解，倒真没见过性子这般刚烈决绝的。安神香的时间掐得真准，等我在后宫立稳脚跟，弟弟也就可以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苏才人，奴才奉皇上口谕来给您送进贡的新鲜物件。有劳公公了。圣上还说今晚会到启祥院用膳，请娘娘准备着。给皇上请安。皇上是真的宠爱这位才人小主呢，一连几天歇在咱们宫里呢。皇上，您润润喉吧。
启祥院那位近来真是恩宠不断啊！刚刚看到圣上带着来喜公公又往那边去了呢，可不是吗？苏静书那个狐妹子，仗着自己前些日子受了些伤，缠着皇上夜夜到她那里，真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。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我，我必须尽快稳住皇上的心。楚元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前些日子康公公同我说，皇上喜欢吃先皇后做的点心，你去帮我打听一下，先皇后生前身边的嬷嬷如今住在哪个下房。是。才人主子，您怎么来这等污秽晦气的地方？这袋子里的银钱，加上太医院专治小儿伤寒的药，足够救回你孙儿一条命。主子大恩大德，老奴就是做牛做马也无以为报。不知主子要老奴做什么？我要你教我，先皇后当年是如何给皇上做点心和烹茶的。这先皇后的事，宫里历来是忌讳，若是被查出来，忌讳重要，还是你孙儿的命重要？我要学的东西，你必须毫无保留地交给我。这笔交易做还是不做？老奴定当倾囊相授。方才的银钱和药是买先皇后的方子的价钱，这个留着给孩子病好后买些吃食。这下房阴冷，尽早拿钱去内务府疏通，换个干净的住处。主子大恩，老奴永世不敢忘。才人，奴才刚得到消息，永川侯楚元今日早朝递了折子，只是不知道内容。他若是连这点反应都没有，反倒无趣了。可是义父慌什么？之前多亏义父告诉我，皇上的生母先皇后生前最钟爱的就是那款安神香，我费尽心思配出这香，皇上既然闻了，心里便会一直念着。对了，义父，我这假身份终究是纸包不住火的，为以防万一，还请义父为我善后。那是自然。去备一壶新采的竹叶茶，算着皇上下朝时辰，随我去御书房会会我那好父亲的折子。是。楚元这个老狐狸，借着丧妻丧女的由头，拐弯抹角的让朕派人去悬崖底下搜尸。皇上，苏才人求见，说是新做了茶点来请安，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妾亲手做了些糕点，皇上尝尝，可合胃口？放肆！臣妾不知犯了何错。先是松针熏香，现在又是这独一无二的糕点做法。说是谁派你来的？是谁把先皇后的私密喜好透露给你的？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这是臣妾在锦州老家时母亲教的做法呀。还敢狡辩？世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？你刻意模仿先皇后，究竟想从朕这里得到什么？启禀皇上，永春侯楚大人派人加急送来密报，说事关苏才人身份，有欺君之嫌。好得很。你自己来看。楚元查出锦州知府之女，早在3岁时便已夭折。枉朕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刚烈决绝的女人，原来从头到尾楚家就没冤枉你。臣妾冤枉，这分明是楚大人要置臣妾于死地。来喜，将这满嘴谎言的女人押回启祥勋，严加看管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她。小主，您趁热吃口吧，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住啊。您就给皇上服个软吧。嬷嬷快走，别连累了你。皇上既然觉得我别有用心，我便在这天地间干干净净的为先皇后抄满100卷经书。若天不怜我，我便死在这里。皇上，启祥院那边传话，苏才人被禁足这5天，水米未进。今夜他跪在雨里，说冲撞了先皇后的喜好，罪该万死，要用自己的命给先皇后抄完100卷祈福经文。他满嘴谎言，刻意逢迎欺骗朕。如今就算死在雨里，也是他咎由自取，谁也不许去救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奉命彻查，取回了卷宗。经核实，锦州知府之女苏婉确有其人，
当年夭折的乃是府中一个不受宠的庶女，此乃锦州府衙10年前的证明，绝无造假可能。楚原竟敢用假情报愚弄朕，被撵，去启祥院，快！苏婉，你疯了吗？皇上，臣妾没有骗你。太医，给朕把整个太医院都叫来！行了，不要喝了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臣妾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，不敢再奢求其他。朕查清楚了，锦州之事是楚原捏造密报欺君罔上，朕已下旨申斥永昌侯，罚俸半年。婉儿，朕不再疑你。臣妾此生从此分明了。传朕旨意，才人苏氏，温婉纯善，即日起晋封为美人，赐紫金步摇1只，蜀锦10匹。臣妾谢主隆恩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奉旨搜寻悬崖崖底，在乱石堆中找到了一具女尸，尸首面目全非，但从衣物及跌落在一旁的侯府令牌来看，确是苏家大小姐无疑。楚原天天在朝堂上哭诉，非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传旨下去，将尸首赐还永昌侯府。是。传皇上口谕：永川侯楚原痛失爱女，连日上折，恳请寻回尸骨。皇上体恤，已命人在悬崖崖底寻得苏家大小姐遗骨，特赐还侯府。念楚大人忧思过度，特允闭门休养半月，不必上朝了。微臣领旨谢恩。侯爷，难道这真是苏静书那小贱人？她真死了？管他是不是，皇上这是在借机敲打我。皇上宁可认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，也要保住那个苏婉。这段时日你给我安分点，别再去招惹是非。皇上，喝口茶歇歇眼睛吧。有你在身旁，朕连这繁杂的奏折都觉得顺眼了许多。婉儿，你怎么了？臣妾不知，只觉得胃里憋闷泛酸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苏美人已有近2月的身孕了。好，传朕旨意，苏美人孕育皇嗣有功，即日起晋封为柔妃，赏星光云锦10匹，东珠1壶。臣妾多谢皇上恩典，如今我终于有了身孕，今后皇上就算看在皇子的面子上，也不会允许楚原动我的。皇子的生母不能有污点，等生下皇儿，自然就是我复仇的时候。奴才恭喜柔妃娘娘，贺喜柔妃娘娘。如今怀有身孕，皇上可是更加重视您了。娘娘，楚原昨日又悄悄给冷宫里的楚美人递了信，看样子是还不死心，非要给您使绊子。他若死心了，这出戏还有什么看点？义父，咱们是时候腾出手，给这位永川侯送一份大礼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？你可知男子若是常年多食芹菜，会有何后果？芹菜？这奴才不知。医书有载，男子多食芹菜，可致子嗣艰难。8年前，我就让永川侯府的厨房大师傅日日都变着花样给楚原做芹菜膳食。娘娘是说，楚大人他早就生不出孩子了？这么多年，柳霜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如今我那爹应该也着急了吧？听说朝中文臣都喜欢扬州瘦马，请您去在京郊寻一个模样标致、极易受孕的扬州瘦马。娘娘神机妙算，奴才立刻去办。尽快去找个男子怀上身孕，然后通知我，我让你去跟着当今侯爷享清福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将刚刚那个女子带给侯爷，切勿走漏风声，小心脑袋。请宫里的贵人放心。青青在宫里太张狂了，为何这么沉不住气？靠他诞下皇子，怕是没指望了。侯爷，您消消气，二小姐在宫里只是一时受挫。再说了，咱们府上又不是没有指望，
大少爷如今在松阳书院读书，那可是您的嫡长子啊！闭嘴！那个小畜生也配姓楚？他骨子里流的是苏家的血，他娘当年是怎么死的，我心里清楚的很。那小崽子长大了能不查？我楚原拼搏半生吃下的东西，绝不能交回到苏氏的种手里。柳霜那个没用的东西，霸着主母的位置这么多年，连个带棒的都生不出来，难道真要让我断子绝孙吗？侯爷息怒，夫人既然伤了身子生不出，侯爷何不在外面留个种？老奴听说人牙子手里新到了一批扬州瘦马，那身段模样都是顶好的，最是好生养。老奴可去置办一处隐蔽的宅子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养在里头。好，这倒是个法子。此事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侯爷您放100个心，这事儿老奴保准给您办得滴水不漏。夫人啊夫人，不是老奴不忠心，实在是宫里那位娘娘给的太多了。你还说呢？你这张嘴啊，真是不饶人。侯爷，看来这侯府马上就不太平了呀。娘娘，楚大人那外室怀了4个月的胎，这些日子楚原看得紧急了，出入只带贴身小厮，连府里下人都近不得身。4个月，胎相稳了，也该让柳霜知道了。楚原上朝之时，你让人匿名给柳霜递个信，把外舍的住处说清楚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去办。我要的就是楚原府中内乱。贱人，竟敢怀老爷的孩子，还藏到现在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夫人饶命，饶命啊！还敢狡辩，给我打，打到他把这个孽种流掉为止！老爷，姨娘她小产了。你说什么？不是让你们好好伺候吗？今日主母带着一群老婆子来我们院里，对姨娘拳打脚踢，不一会儿姨娘就被打得晕了过去。大夫来瞧，说是已经保不住了，还是个已成型的男胎。柳霜，这个毒妇！楚原，你养外室也就罢了，还让她怀了孩子，眼里还有我这个正妻吗？我就是要杀了这个孽种！今日我就打死你这个毒妇！娘娘，成了。柳霜把外室打得小产，楚原暴怒，当着全府下人的面暴打柳霜。现在柳霜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。意料之中，楚原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子嗣，什么情分都能舍弃。把这事告诉楚青青，让她也闹一闹。奴才遵旨。楚原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娘陪他从微末走到现在，他竟为了一个外室打我娘，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我定要去找皇上告御状。娘娘，万万不可啊！楚大人心狠手辣，你要是告御状，他绝不会放过您的。我不怕，他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全都记着。我要让皇上治他的罪。这是侯爷让送进宫的信件。怎么会这样？娘娘宫外传大消息了，永川侯夫人柳霜昨夜被人发现和陌生男子在住处厮混，被当场撞破后突然暴毙了。楚原的手段倒是一如既往的龌龊，用这种污名的法子，既封了嘴，又保全了自己的脸面。听说楚青青一开始还闹着要告御状，楚大人递了一封信说柳霜通奸，他就立马安分了。今儿个楚大人还递了帖子进宫，说要来看望楚青青呢。看望？他是来探我的底，让人盯着他，看他耍什么花样。楚大人放着夫人的后事不管，反倒来我这启祥院，不知所谓何事。娘娘何必装糊涂？您如何冒充身份入宫？臣心知肚明。臣若是真豁出去，把事情捅到皇上跟前，大家脸面都不好看。娘娘不顾及自己，难道也不顾及还在松阳书院读书的亲弟弟苏志吗？楚大人觉得你手里那些所谓证明本宫身份的东西是真的？娘娘为何如此肯定是假的？如今太子之位悬空，您肚子里的皇子必定天资聪慧。现如今宋贵妃生的大皇子生来有些痴傻，您如今盛宠不断，和皇后膝下的二皇子争一下太子之位，想来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娘娘若是与臣合作，臣日后辅助皇子登基，您便是太后，我们楚家也能成为大晋第一家族，子孙后代贵不可言。楚大人未免太痴人说梦了。娘娘还在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该放下了。你娘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。你也配提我娘？来人，
送楚大人出宫。你别不识好歹，别忘了你弟弟苏志，臣有的是办法让他听话。楚元，这局该收尾了。回禀皇上，柔妃娘娘即将临盆，近些日子还请娘娘选好近身的稳婆。康福寿，自柔妃入宫来，你一直近前伺候，此事就交于你来办。速去寻3个稳婆，在下月初1前到启祥院。是，奴才立刻去办。小桃，快去请太医和稳婆，再速去通知皇上，娘娘要生产了。皇上，刚刚启祥院那边派人来传话说，柔妃娘娘要生产了。圣上，您慢点呀！太医和稳婆都已经到了娘娘那边了。陛下勿急，柔妃和皇儿定会母子平安的。生了，柔妃娘娘生了，恭喜皇上喜得皇子。皇儿不宜吹风，请皇上皇后移步内殿。老奴恭喜皇上喜得3皇子。赏，辛苦了婉儿，我们有自己的皇儿了。我们就叫她启儿吧。启儿乖。奴才恭喜柔妃娘娘喜得皇子。义父这是做什么？为何行如此大礼？快请起。如今我在宫中也算说得上话，之前跟义父说的那些依然有效，往后我们守望相助。等义父100年后，我定会为您养老送终。那奴才就不打扰娘娘休息了，奶娘已经准备好了，都是谁的清白？家里一家老小的卖身契都在奴才手上，信得过。去吧。皇上，现如今3皇子已出生，皇上应尽快立储啊！皇后膝下的2皇子自由聪慧，才学出众，可替皇上分忧呀。皇上现如今正值壮年，你想这么快拥立皇子，你是何居心？别吵了，此事改日再议。退朝。为何近几日每顿餐食里面都有芹菜？为何近几日的餐食里面都有芹菜？是宋贵妃吩咐的，说是御医说了，芹菜能清热解毒、养血美颜，所以现在宫中定期都会给各宫送芹菜。你去叫康公公过来，就说本宫有事吩咐，现在就去。是。芹菜一事，我只跟你提起过，你为何要告知宋贵妃？皇后有嫡子2皇子，宋贵妃有长子大皇子。如今你有3皇子，而太子之位只有1个，宫里不可再出现另外皇子了。宋贵妃出手，总比你出手要好。这件事可是你亲自跟宋贵妃说的？奴才安排一个要回乡养老的嬷嬷，无意间透露给宋贵妃的。想必那位嬷嬷是没办法回乡了。如果公公下次还擅作主张，我想我们的合作就没必要了。你真当咱们这位皇上看不出，在他眼底下做手脚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在这件事不沾我们的手，算也算不到我们的头上，但是绝不能有下次。娘娘，刚刚侯府的小厮来传话，说楚元那边拿到了证明您假身份的证据，让您尽快与他合作，扶持咱们小皇子当储君。证据？看来康福寿这个老狐狸终究是忍不住了。非要和楚元一起来掺和太子之争，是时候试探一下他了。不知柔妃娘娘深夜叫奴才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楚元跟我说，你给了他我的假身份证明，如今他要去告发我。娘娘，想必是楚大人发现了奴才与您的关系，对你我的离间之计呀，还请娘娘莫要相信。义父说的也对，我和楚元，你选择楚元那真是太傻了。毕竟太子之位很快就是启儿的了。你可知本宫现如今为何如此自信？奴才不知，还请娘娘赐教。大皇子和2皇子自小便是势同水火，不管谁成为太子，另外一方必然活不了。皇上怎么可能送亲子去死？只有启儿和他们没有恩怨，等启儿成为太子，
那2位皇子成年去藩地，远离京城，那就都可以活命。娘娘英明，奴才定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看来是有人利用康福寿把我当棋子呢。今日我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对太子之位的势在必得，想必定会刺激到背后之人，所以对方肯定会动手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但是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。你去帮我检查一下启儿的衣物和我的吃食，拿到太院请太医看一看，是否有什么问题。娘娘，您的吃食和小主子的衣物已经让太医看过了，未发现异常。那就好，近些日子你多留意些。娘娘，最近老奴发现三皇子有些厌厌的，看见人也不笑，多数时间都在睡觉。快去请太医。娘娘，小皇子这是中毒了呀！是否能解毒？还好娘娘发现的及时，自是能解的。但是微臣看得出，这毒不是1天2天了，要好好查查。娘娘，要好好查查了。看来这一次，我又要主动出击了。来人，将启祥院封锁，请皇上和皇后和宋贵妃过来。来人，将接触过启儿的所有人都给朕押下去，等朕亲自审问。如今三皇子如何了？幸亏柔妃娘娘发现的及时，小皇子并无大碍。无碍就好。是。毒害皇子，胆大包天，必须追查到底。宋贵妃说的对，此事必须要好好查查，从内务府先开始，然后再到各宫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将奶娘和下人房间内都搜过了，并未发现异常，也对他们用了刑，都是矢口否认。对奶娘们吃的食物进行查验。微臣已经查验奶娘们的食物，确实有毒。进入奶娘体内后，进入乳汁，虽然毒量不大，但是长此以往，岂有此理！给朕搜！是。皇上，奶娘虽然是奴才找的，但是奴才真的没有下毒啊！启禀皇上，刚刚侍卫在御膳房发现了可疑，将相关人带上来。皇上，微臣罪该万死，一切都是宋贵妃要求的。是宋贵妃说芹菜害不死人，只会让皇上子嗣艰难，微臣知错了。和芹菜有何关系？皇上，之前臣妾就听说宋贵妃往各宫中送芹菜，说是美容养颜，怎么现如今这御厨说会让您子嗣艰难啊？宋贵妃明显有意谋害，按罪当诛啊！勿要再说了，宋贵妃先前就和朕说过了，让朕少食芹菜，此御厨污蔑贵妃，直接杖毙。原来如此，是臣妾误会了。启禀皇上，刚刚侍卫来传话，在皇后寝宫床下的暗格里搜到了和奶娘食物中一致的药包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臣妾冤枉啊，皇上！皇上，定是有人要害臣妾呀！你是不是冤枉？朕会好好查的。来人，将皇后带回宫，无诏不得出。臣妾真的冤枉啊，皇上！宋贵妃，你先回宫。是。说吧，真相是什么？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刻意挑拨我和宋贵妃之间的关系。芹菜不利子嗣的事，是我跟康福寿说的，是我用来对付楚大人的。皇后刻意利用康福寿将芹菜之事告诉宋贵妃，挑拨臣妾和宋贵妃。皇后又因前些日子的立楚之争对启儿下手，准备把所有事推给宋贵妃，一箭双雕。康福寿先前试图拉拢臣妾，争夺储君之位，以保他晚年周全，但是臣妾本就无心，只求启儿能够平安成长。没想到康福寿竟然投靠皇后。前些日子，臣妾试探康福寿，说启儿日后定是太子，他立马告诉了皇后。臣妾心里不安，安排身边公公去跟随着皇后和贵妃身边近身伺候的丫鬟，发现15那天夜里，趁着贵妃外出，皇后身边的晴儿到贵妃殿外的树下埋了药包。臣妾派人通知了宋贵妃，
又将芹菜之事告知，这才让宋贵妃逃过一劫。启儿也无大碍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这明显就是皇后的计谋啊！害了我们的皇儿，又栽赃给宋贵妃，臣妾与宋贵妃无非是为了自保啊，这才差人在皇后那里放了药包，求皇上恕罪。一个个都算计。娘娘，刚刚奴才听说康公公被皇上杖毙了，皇后要入清凉寺为皇上和众位皇子祈福20年。这次本宫谢谢你，不过别以为你帮了本宫，本宫就会喜欢你。本宫还是讨厌你，你抢了皇上的宠爱，但是我不会用下作手段。之前芹菜事件确实是被皇后和康福寿迷了心窍。母妃，母妃，弟弟可真可爱。快将三皇子给嬷嬷，你力气小，抱不住他。本宫怀松儿的时候出了一些事，松儿是早产，所以天真烂漫了一些。其实是皇后下的药，她早年无孕，本宫才成了太子良娣，却想不到皇后也接着有孕，她就给本宫下药了。母妃，母妃，柔妃娘娘这儿的糕点好好吃，我刚刚吃了，比你做的好吃多了，怪不得父皇总往柔妃娘娘这边来。你个没出息的小家伙！就算我的松儿有些痴傻又怎么样？反正太子之位本宫还是要争，反正不给皇后的儿子当太子。不过你放心，本宫不会对你和三皇子下手，本宫不屑这么做。不过当初给皇上吃芹菜，不是担心皇子多了抢夺太子之位，只是因为本宫怕皇子多了，皇上就不疼爱松儿了。信不信由你，本宫不是那种为太子之位不择手段的人。松儿走了，我们下次再到柔妃娘娘这边来。你若在这宫中有难处，可随时来找本宫。这深宫中步步艰难，他走到如今也是不易。烦请公公通传，就说永川侯楚元带着柔妃娘娘的亲弟苏志求见娘娘。楚大人，娘娘有旨，让苏小公子一个人进去。楚大人，请在宫门外等候。岂有此理！我带着智儿来见娘娘，为何不让我进去？楚大人息怒，这是娘娘的旨意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智儿，进去后好好劝劝姐姐，让她别跟我作对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我知道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在宫里受苦了，爹把我从书院接回来，一直看着我，我连给你传消息都做不到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哭鼻子？楚元让你做什么？他让我劝你不要记恨他，说他知道错了，还说柳霜也死了，让我们一家人好好过。姐姐，我才不信他的鬼话。还算你没被他蒙蔽。楚元他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有柳霜，日后还会有王霜、孙霜。他从来只是想利用我，利用永川侯府的权势。姐姐，爹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为何如此恨他？智儿，娘当年根本不是难产而死，是被楚元下毒害死的。他入赘侯府就是为了夺家产，外公发现了他的阴谋，也被他下毒害死了。而我冒充身份入宫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为娘和外公报仇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这个畜生！姐姐，我们一定要杀了他，为娘和外公报仇。如今时机成熟，智儿，你敢不敢和姐姐一起，让楚元血债血偿？我敢。姐姐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明日一早去衙门告御状，状告楚元毒杀母亲，谋害外公。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10年前给娘接生的稳婆，她会出来作证。好，姐姐，我定要让楚元付出代价。大人，小人有罪。小人到了永川侯府苏夫人的墓，可小人发现苏夫人的骨头都是黑色的，明显是中毒而死啊。苏老侯爷当年为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苏夫人怎么会是中毒而死呢？小人实在不忍心，特来自首。冤枉！学生苏志，永川侯府嫡子，状告亲父楚元毒杀母亲苏氏，谋害外公苏老侯爷，求大人为学生做主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楚元残害发妻啊，这明显是想要吃绝户啊！老永川侯不会也是他害的吧？怕不是也有蹊跷啊？
没想到永川侯楚大人竟是吃绝户的主啊，简直是恩将仇报啊！是啊，亏了老侯爷一手提拔他，没想到养了头白眼狼啊！松阳书院学生苏志有冤啊！恳请皇上主持公道！真是啊！松阳书院学生苏志有冤啊！启禀皇上，宫门外有人敲响了登闻鼓，来人声称有要案，要面圣告御状。带上来。草民要状告楚原宠妾灭妻。当年他入赘苏家，为了夺取永川侯的爵位和家产，买通稳婆，毒杀发妻苏氏，甚至暗害草民的外祖父老侯爷。逆子，你疯了不成？你才12岁，懂什么宠妾灭妻？定是受了奸人蛊惑，竟敢构陷亲生父亲！皇上，微臣冤枉。草民手中有当年稳婆画押的血书，且稳婆本人就在殿外候审，求皇上开棺验尸，还苏家满门一个公道。人带上来，朕倒要看看楚原你到底做了多少天怒人怨的事。皇上，当年就是楚大人给了老奴一包毒药，命老奴去母留子，老奴亲眼看着夫人毒发身亡啊！老奴该死！不是我，皇上，柔妃根本不是什么晋州知府之女苏婉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没死，她犯了欺君之罪啊！皇上，是她伙同苏轼陷害微臣啊！大胆楚原，竟然还敢攀咬宫妃！传朕旨意，禁军统领即刻彻查此案，挖开老侯爷的墓，验明死因。臣遵旨。打开。小人已经验明老侯爷死因，确实如此啊！老侯爷冤啊！皇上，经查，楚原不仅毒杀苏老侯爷和苏夫人，续弦的夫人柳霜也是被他毒害的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畜生，死不足惜！传朕旨意，将楚原打入死牢，明日问斩。楚青青知晓其罪行，知情不报，打入冷宫。我是被冤枉的！我是被冤枉的！我是被冤枉的！不知廉耻的家伙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时辰已到，斩！听说了吗？楚大人贪赃枉法，杀妻求荣，今天午时已经要在菜市口斩首了。都死了。苏青说：“你赢了。”琪儿，跟着哥哥跑慢点儿。三弟慢点儿，哥哥保护你。好久没看到松儿这么开心了呢。是啊。娘娘，刚刚冷宫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楚才人没了。娘，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女儿和智儿为您报仇了。臣妾以为皇上不会再来了。婉儿，你当初为何入宫呢？臣妾自小体弱，八字不好，容易招惹邪祟。宫里有龙气镇压，邪祟伤不到臣妾。皇上，为什么进宫原因重要吗？不重要了，既然进宫了，就安心的待在朕的身边吧。我又成了没有强大母族依靠的妃子，这深宫本就步步惊心，我本不想带着仇恨过日子。这些年的复仇已经耗尽了我太多心力，但若是有人敢来打破我和皇儿的平静生活，我便让他成为下一个楚原。深宫的纷争从未停止，但苏静书会拼尽全力护着自己的皇儿，让他无忧无虑长大。多年的仇恨终于了结，他的心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安宁。